好，回到寰宇全世界。這個禮拜，我們看到了伊朗出現了重大的局勢轉變啊。因為首先可以看到是美國聯邦眾議院啊，在這個禮拜他們通過了一項決議，就是限制呢美國總統川普在伊朗的戰爭權利。那其中呢，包括還看到有4位共和黨的眾議員是投票倒戈了啊。所以 CNN 也分析說，這顯示川普現在在伊朗議題上的處境是越來越艱難。另一方面呢，川普對於伊朗的問題啊，最近也語出驚人。他說呢，美國不需要跟伊朗達成協議就能夠取得濃縮鈾。他說他不想跟伊朗最高領袖穆基塔巴會面，而且說美國現在就可以取得濃縮鈾。另外，跟伊朗相關的消息啊，從川普口中說出來，還有一則是讓人吃驚的，就是《華爾街日報》報道說，川普私下告訴幕僚，如果伊朗殺害美軍，他將考慮結束跟伊朗之間的停火。但是美方官員仍然強調，雖然現在還是有看到零星的衝突持續發生，但是已經暫停好幾週的空襲措施，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美伊雙方目前還是持續停火中。《華爾街日報》也研判川普遲遲不願意重啟美伊戰爭，這顯示出他可能願意承受目前一些比較小規模的衝突，持續幾個禮拜甚至是幾個月，來避免中東爆發規模更大啊、範圍更廣的衝突啊。現在簡單來講，華府的立場是有意在避戰哈，所以呢，雖然說這個零星衝突啊可以接受，不過呢，大規模的應該是不想看見哈。但是川普剛剛有講說，不用打，我們也可以取得濃縮鈾，到底它是從何而來的這樣的一句話了？劉老師你怎麼看？這個問題其實分兩方來講哈。那個川普的一個講法就是說，我有能力啊。我也知道他在哪裡啊，這個濃縮鈾現在還是就在地底，但是沒有說我現在就要取，也沒有說我現在就要取啊。他說我有能力啊，就是他認為他有能力，但我有能力取得，對，那也不表示他一定取得得了，对，他只說我有这能力，但是你說你知道他在地底到底在哪裡呢？你說知道，但是國際原子能總署也並沒有確認說你到底在哪裡，對不對？所以你說你知道在哪裡，但是國際上沒有 confirm， 然後你說你有這個能力，那是你說的，但是能不能取得？這個其實也還相當的困難，但是起碼一件事情，他就表示我有這信心嘛，哈。那你說至於他是不是能夠容忍小規模的衝突呢？其實這其實也是我覺得是個策略問題啊。這個問題，因為你說像國內支持他打仗的這個民意支持度這麼低啊，然後什麼戰爭權利法案當然不見得過得了了，川普還可以否決，那還可以，那只是起碼象徵意義告訴你說，共和黨有人倒戈了，有人不見得支持你了哈，然後你有這麼多的一個這麼可能反着你這麼盯着看，所以我正好希望說，哎，那這個戰爭不要重啟。可是問題是，很多戰爭打着，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不見得能完全控制。比如說最新的消息看到，伊朗事實上它已經對波斯灣的這周邊的國家發動攻擊，打科威特不是被他攔下來了嗎？巴林也發了嘛，對不對？啊，那是萬一沒攔下來呢？萬一沒攔下來，萬一這個結果那個中東的這個戰爭爆發到海灣的戰爭一下爆發起來，那你川普再說沒有，這還在停火期間，這是小打小鬧，那時候你也很難自圓。所以他是這樣想法，也讓那些溫和派的伊朗的人呢，他伊朗內部的溫和派可以有機會可以取得一些聲音出來。因為你如果馬上反擊的話，那強硬派就說你看嘛，還是強硬是應該的，溫和派更沒機會出來了哈。但是這樣的會不會成功啊？等不等得了？能夠等多久？我覺得是有待時間來證明了。對，您剛剛提到說，最近伊朗對科威特動手哈，這個 BBC 也報道說，科威特國際機場呢，在3號這一天呢，就被伊朗的無人機襲擊，結果造成了1人死亡，63人受傷。那這也是美伊從4月停火以來呢，波灣國家第一起通報被伊朗攻擊而造成死亡的事件。另一方面，路透也報道指出呢，雖然以色列跟黎巴嫩3號在華府的談判裡面有同意停火提議，但是黎巴嫩真主黨的領袖啊，就卡西姆，他立刻透過了書明聲明表示呢，拒絕接受協議，因為他強調真主黨組織並沒有參與這場談判，也批評這個停火協議就像是在消滅部分黎巴嫩人民，並且把其餘的民眾視為奴隸的計劃。所以他說，只要以色列的佔領持續存在，真主黨的抵抗就會繼續進行下去。而以色列防長也揚言啊，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擁有進行軍事行動的自由。也為了回應以色列的社區還有領土遭受的攻擊呢，以軍可以對貝魯特發動打擊任務。
建哥啊，這個科威特被伊朗攻擊，以色列現在又不願意停止攻擊黎巴嫩啊，真主黨也放話了，只要以色列繼續佔領，他們就會持續戰鬥哈。可是我們剛剛提到嘛，美國的態度現在感覺上是比較偏向避戰的哈。那中東我們常常講說是代理人戰爭啊，現在他們的行動邏輯您怎麼看？我覺得大家要了解，這個中東的局勢就跟我們人類身上長的皮膚病一樣，它只能讓你身體好時它不會發出來，對不對？身體不好的時候啊，這邊又發炎了，就跟你的這個腳氣病一樣，你永遠沒辦法，沒有腳氣病，沒辦法讓它斷根。不是，我們真的有很多的東西就是如此。那今天這些就是說。這個代理人戰爭啊，就是你去打的，把它就打牌，但是代理人也可能會反噬啊，也很可能啊，你利用完了之後會尾大不掉。所以現在為什麼說是這個各個這個小的派系，這個也不服，那個也不服，以色列也講，哎，我有啊，我完全行動自由。這就是表示你大哥鎮不住。這個裡頭啊，我們國際政治的領袖啊，一方面是靠實力，另外一方面靠的是威望。威望是說你不用真正的去攤牌，然後啊去這個叫做不必說敬酒不吃非吃罰酒。能夠鎮得住自己人，但顯然呢，川普啊，慢慢，這個美國這些啊，在中東地區的威望啊，確實在下滑。尤其是2月28號，是你先把這個事情捅出一下馬蜂窩，那你現在要說叫別人停手，這個確實是很難。對，所以呢，我覺得啊，今天我們在台灣也要想想看，這個很多人很甘心啊，說希望美國來打台灣牌，但是你也不要忘記，當美國有一天不打台灣牌，把你台灣啪一下扔到那個牌，扔到桌下，你也要心裡要有準備。那個時候你怎麼辦？中東局勢啊，陸老師啊，因為我們如果從經濟層面來看的話，川普現在採取比較避戰的角度跟立場啊，可以理解他的邏輯，因為這一定會造成戰爭，造成通膨啦，然後呢，經濟就會造成他的壓力啊，影響其中選舉。對啦，那接下來呢？所以這個很弔詭。我們在政治學上，如果大國他想要避戰，不願意親自下場的時候，他會選擇透過代理人來進行這種博弈。我們叫做 the tail wags the dog， 就尾巴在咬狗，不是狗咬尾巴了。哦，就是有發生這種情形。像伊拉克的真主黨，當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黎巴嫩的政府跟以色列在華盛頓談和解的時候，那真主黨沒有參與，他當然不願意成為這個被談判的對象。是哦，所以他就要去衝突，他拒絕接受這個城下之盟。那以色列呢，他就一直制造這個刺激，創造既定事實，讓他戰術自由更極大化。那對伊朗來講，他圍魏救趙，你們要欺負我的代理人，不行，我就要打你科威特、巴林。我讓你們知道哦，以色列打真主黨就是在打我的代理人，我就是要去救他，要讓這個衝突持續的具有。那等於是雙方代理人都在測試對方的底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所以當代理人發生這種情形的時候，就是最主要原因要把他的組織拖下戰場。對。陸老師，這個20多年前在弄國際新聞的時候，其實你看中東這個問題真的是沒完沒了哈。莊老師啊，是除了中東以外，現在美國現在在中南美哈是持續看到他們對古巴出招啊，因為美國財政部也公告說呢，已經對古巴的總統迪亞士卡奈還有部分相關人員甚至是實體啊祭出制裁。根據路透的報道說，這次制裁的對象還包括了另外4名個人跟5個屍體。而現在呢，當古巴總統的這個迪亞士卡奈呢，他66歲，他是在2018年接替勞爾卡斯楚啊，成為古巴總統。這個勞爾卡斯楚呢，就是前古巴領導人培雷爾卡斯楚的親弟弟。所以呢，針對美國的這個制裁啊，古巴的外長已經強烈反擊啊，說美方的制裁是卑劣。強調這是美國干涉主義的最新例子。他也說呢，美國每一項意圖在兩國之間制造衝突情境的行動都將注定失敗。我要問的是，美國對古巴祭出的實體制裁，您覺得哈，我們從往例來觀察的話，會不會可能是特別軍事行動的前兆呢？是的，美國經常制裁外國，但針對國家元首制裁倒是不常見。過去常遇到的就是有這個委內瑞拉馬杜羅，對，或敘利亞阿塞德有針對個人來制裁。不管都針對國家哈，那我下午也特別查詢了古巴的官媒，叫做《格拉馬報》啊。那綜合言之呢，可以8個字來形容，就是表面強硬，內心憂慮。表面強硬的時候，就如剛剛榮哥講的哈，這個官媒還是把美國好好的數落一頓，非常有底氣哈。比如說批評美國又在搞新門羅主義，
美國老是 trouble maker， 那美國注定失敗，就跟在伊朗戰爭一樣。但講到內心憂慮呢，為什麼呢？因為他報道也提到，就是說這是針對制裁的對象包含金融、糧食還有能源，那等於是古巴的死穴嘛。過去古巴靠這個來維持基本的國家收入。那如果這個制裁的話呢，勢必會類似一個經濟絞殺戰，勢必讓這個古巴的國際民生受到損傷，而危及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所以這些官媒的報道最後還是有要求啊，民眾要鞏固領導中心啊，大家力挺政府來對抗邪惡的美帝。那會不會變成這個真相戰爭呢？如果綜合各國媒體來看，應該不至於的，因為老美希望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嘛。這種經濟狡猾戰實際上已經有等同作戰的效果了，可以讓古巴卻步了，可以讓他退縮了。第二點呢，這個美國戰勝古巴應該是板上釘釘、分分鐘的事情，但是戰後才是問題的開始，是包含這個難民問題、國內治理問題，還有一些社會治安問題，都是很大的 trouble。再來呢，則是美國在拉丁美洲形象已經很不好了，如果在發動戰爭，形象只會更差，所以估計呢，應該還是維持在不戰而屈人之兵。OK， 同樣30秒，打與不打古巴的評估。我認為打的幾率不高，但是呢，古巴呢被制裁了這麼多年，死豬不怕熱水燙，放馬過來，那真的啊，因為你要知道，你新的制裁措施的邊際效益事實上在遞減，所以我覺得應該幾率很低。好，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關心的是美股在周五出現了大跌，馬上回来。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回到節目來看，美國股市在周五出現了大幅下挫的格局啊，道瓊工業指數呢是下跌695.15點啊，跌了1.35%，標普500下跌2.64%，那麼科技為主的 Nasdaq 指數呢下跌4.18%啊，創下2025年初以來啊這個關稅風波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費半指數也是重挫了超過10%。那麼受到美股重挫的影響呢，台指期夜盤也大跌了3006點，跌幅是6.65%。所以呢，大家也很在關注跟擔憂的是，下周一開盤台股會不會面臨沉重的賣壓？有一個最新數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啊，這個5月份的非農就業指數啊，就是新增了17.2萬人，是高於市場預期的。失業率持平在4.3%，強勁的就業數據呢，也讓市場對於聯準會最近這個降息的預期降溫啊，當然也帶動美債的殖利率攀升。好，所以提到了這個聯準會，現在大家最關注的就是降息升息與否哈。這個降息的幾率真的是越來越渺茫嗎？甚至還可能會升息啊？這個的確，這個非農就業人口增加了17萬人哦。本來對這個資本市場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因為你就業人口增加，表示美國經濟還很活絡。那本來預期9月份要降息的這個希望就落空了。那既然降息落空的話，表示 AI 這些投資資本市場的成本就會增加了。是，所以就引起這些股民的疑慮，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因為 AI 股的漲幅實在已經過高了，它的本益比也過高，它的估值也很高。當然，我們知道 AI 或許都是有它的實體成長。不管這些 CSP 業者，他們都賺錢，而且都賺得很錢，都是實質的，不是虛的。但是雖然你漲了，你漲的可是未來5年、10年的這個這個成長，但是你現在並沒有賺這麼多，所以那個過熱訊號有看得到。對，所以他就說這個大家質疑，就說你這些公司到底你投資了這麼多，像我們剛剛講4大 CFP 投資6500億美金，你能不能賺得回來？大家質疑。那第三個就是有2個指標股，就是 Broadcom 博通還有美光，他們這2天呢，博通跌了17%，美光跌20%，這2個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標股，那就整個把他们的整個帶下來。覺得這個我們接下來要注意的警訊是什麼？警訊，禮拜一台灣的股市開盤是一個最重要的訊息，因為我們的期指跌到3006點。那禮拜一看誰就看台積電。如果台積電的跌幅沒有超過5% 的話，那表示這只是 AI 股的短期的一個回檔現象。我們還可以去比較健康的來看的。如果
台積電跌幅超過5%、6% 的話，那表示這個效應還會持續擴大。那當然，我們台股會跟着美股聯動。當美國的這些科技股都狂跌的時候，我們相信台股就不會太樂觀。要關注哈，对，要持續觀察它的發展。好，那其實台灣現在也很關心的，就是說跟關稅相關，因為最近又來了哈，就是說這個川普裡面常常在強調他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字就是 tariff 關稅。那現在呢，這個關稅有一個最新進展呢，就是美國貿易代表 Grillo 他表示，美國將會遵守跟歐盟、日本還有台灣這些貿易夥伴所達成的關稅上限協議。儘管呢，最近美國以強迫勞動還有產能過剩這些問題作為理由，那依據301條款對多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調查，但也不會推翻既有的貿易安排。大陸的微信公眾號中國貿促就發布消息啊，對於中國大陸跟香港也被列入適用12.5%稅率的經濟體名單當中，表示說呢，美方以關稅手段進行政策施壓，具有明顯單邊主義跟保護主義的色彩，差異化稅率安排也明顯違反非歧視原則。中國工商界對此表達強烈的不滿與堅決反對。所以看來川習會之後，中美關係雖然有和緩，可是後續還有很多的戲碼要上演啊。劉老師啊，您看目前美方在做法上面，一方面是有意要緩和這個市場對於美國可能會提高盟友關稅的疑慮，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拿這個301條款出來啊，對於中國大陸累積新一批的談判籌碼，301真的這麼好用？對，301是很好用，是很好用，因為301本來它就是一個談判籌碼啊。有的時候就國際政治經濟來講，比如我301完以後，那有些國家他答應的跟我簽訂，假如我是美國啊，他跟我簽了一些貿易協議，但這個協議他並沒有認真去執行啊，或者並沒有把它入法。於是他說，哎，你要把它 codify， 把它變成法條化，要真正執行。你看301對我們，所以我們現在趕快要用法律上要規範，是不是強制勞工的或上面不讓他進來嘛？對吧？我們就是受壓力之下啊。那你看，那麼當然格里爾是講說，那我們跟你們已經達成的協議的這個稅率是不會變的，你放心啊。他說 a deal is a deal 啊，那簽了就簽了。可是問題是，他還有很多方法不改變的稅率，它可以對你施加壓力，比如說232啊。232裡面，它哪些東西包括在232裡面，它可以調啊？它沒有改變跟你談的對等關稅稅率，但是它把原來不在232裡面，把你放在232裡面，對不對？那還有很多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啊，它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整你。或者他可以講說，哎，比如你下一輪在談判的時候，他可以累積下一次談判的一個籌碼，將來一個累積響罵本嘛，或至少可以罵你嘛，對不對？所以他起碼不管在道德上或者在經濟上，他總有辦法調查。然後呢，他調查以後怎麼執行？調查要花多少時間？永遠這個壓力懸在你頭上，讓你於是你不希望他真的怎麼樣施加壓力，你必須在別的地方做些讓步。這是美國非常常用的。有看到也非常好用的一個談判的一個工具。301好用，但是他看起來最近用這個301也小心翼翼的。對，當然他當然也怕。你看這個關稅一來了以後啊，關稅一來會影響到美國很多經濟嘛，美國經濟，所以那個Financial Times才講說，緬因州那些種龍蝦的那些人本來挺川普，但是後來不行的話，那麼我可能不支持川普了，因為什麼東西都貴了，對不對？所以我們創個名字叫龍蝦造反嘛。OK，就是這樣子。對，因為在這個習川會之後哈，其實看到這場會議呢之後有一個結論，當然就是美國貿易代表署哈，也啟動了美中貿易委員會這個公眾意見徵詢程序哈，這是在習川會之後同意要成立的這個雙方的貿易委員會，現在要準備正式啟動。那美國貿易代表署也表示呢，目前是在針對特定類型的非敏感產品進行意見的徵求，截止日期是7月10號這一天。川普的關稅政策導致通膨，根據 Morgan Stanley 的最新的研究指出呢，Walmart正在透過壓低雜貨售價，把雜貨通膨力壓在整體食品在家消費的 CPI 之下，希望呢為家庭日常支出提供短期的緩解方案。那他們也發現呢，像 Walmart 這些龍頭零售商的價格行為呢，已經在宏觀資料層面發揮了降溫的效果哈。那如果關稅的影響真的是像估算的不斷的
往上攀升的話呢，通膨主動壓力的一大來源將會減弱，整體通膨的走勢對於政策制定者還有市場來說呢，是一個正面的訊號。還有一個 Costco 的執行長呢也計劃了，打算要把先前轉嫁給會員的關稅成本，現在要返還給消費者。不但如此，也看到川普政府呢在上周。對不起，是這個禮拜提起上訴，挑戰法官，要求美國海關向所有進口商退還大約是1660億美元關稅的裁定。那最高法院呢是在今年2月以6-3裁定了，說川普援引的 IEEPA 課徵這個全球關稅的做法是違法的。所以莊老師，我們看到沃爾瑪的定價策略調整到現在，川普他還是強力對抗法院的退款判決啊。關稅真的很好用，對他來講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策工具，但是會不會也到了一個利空出盡要反彈的地步呢？是的，這個我會說完美演示了美國三权分立、國會、立法這個立法、司法跟行政 check and balance 的一個態勢哈。美國媒體有一個很傳神的描述，就是川普專門打別人天靈蓋的狼牙棒被沒收了。好，也就是說被國會沒收了。好，那對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利好，這是一個利多哈，因為剛剛講了1660億美元，不管是退給消費者，還是作為未來更彈性的一個定價策略，都是好事。但是呢，我們必須說了哈，儘管有這種現金流大補丸，但是是不是利空出盡呢？倒也未必，因為剛剛我們剛剛討論了嘛，美國貿易法規裡面還有不少是總統可以單邊來這個實施制裁或報復的，像剛剛講的301特別301等等。好，更何況川普政府呢，也在本周會提起上訴。所以說未來好戲如何，還有待觀察。OK， 金哥覺得。我想大家永遠要記得，政治的指控不需要證據，帝國主義跟你這個打交道也從來不講任何理由。美國立法之中有很多單邊主義，301、232有這麼多的條款，但是並不代表他使用這些條款只有其利而未有其弊。所以呢，他也必須要權衡，他這樣做完之後，究竟對美國社會安定以及民生會造成哪些的衝擊？不要忘記。對於川普而言，最重要是如何撐過期中選舉，一切就是票。所以所有的政策呢，他今天在那邊翻雲覆雨對象看起來是對着其他國家，但真正的目的是安撫群眾，爭取。